大家好，我是春树。今天我是在卢梅的红鸟画廊附近。今天有一个活动是乳牙的分享会，主办方是柏林的一个女人群体，叫女人天下。里面全都是这些年在柏林定居的一些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身份的很有意思的女性朋友们。这一次的活动就是他们要读我的《乳牙》这本书，会请大概10位到12位的女性读者，每个人会读一段我书里的那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形式也特别有意思，尤其是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疫情之后，我们终于有一个机会能够在一个线下的公共空间和大家一起见面，并且能够分享一本书，也是我和大家认识的一个好机会。《乳牙》这本书是我写了很多年的一本书，说起来也是很不可思议，因为我基本上写小说、写长篇小说，尤其是前几本都还挺快的，只有这一本书是中间隔了10几年。我认为写作的过程甚至超过10年，当然并不是每一年我都在写，如果那样的话那也太慢了。只不过是中间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是完全把它放下了，因为我完全找不到怎么接着写这本书的灵感，或者说这本书我该怎么写它的结构，我都是不清楚的。所以我大概是从《乳牙》这本书有一些片段是我在08年左右就写的，10年左右也写过一些，之后我就把它放下了。剩下的就是我来到了柏林之后，突然感觉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个时候可能我应该把之前的那个没有完成的那个小说把它写完，而且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叙述的方式，还有一种新的塑造主人公个性的一些故事，所以的确是大概是跨度10几年的一部作品。这本书的主题应该是有一个大的，就是很明显的主题，是当代女性的生活。它其中包括了人生的变化，包括了青春期之后的婚恋问题，包括了生育，包括了产后抑郁，也包括了一个很大的移民问题。那我认为它其中还有几个比较隐性的主题，是我认为也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动物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及动物作为你的宠物也好，或者说是你家庭成员也罢，它对你的影响以及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写的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是以北京为背景的大环境变化，但我并没有完全是写主人公的生活变化，我写的是主人公的朋友的生活，然后以此来表现北京的变化，包括这几年的高房价的问题，包括北京这几年其实也是由于高房价造成的，也包括一些政策可能就造成了很多文艺青年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再像曾经一样继续曾经的生活。我在里面写了一个女孩，她就是北漂嘛，刚开始是就是在北京她喜欢摇滚乐，那么在北京生活租房，到后来比如租的房她没有办法承担了，那她就搬到了一家青年旅馆，就是那样，房租也不是很高，每个月交的钱，而且还有食堂，有很多经常会变化的同屋，因为是旅伴旅客嘛，然后也很简单，也不需要自己打扫卫生，这样既满足了他每个月的那种花销，而且也满足他对于交朋友的渴望，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人进来，每天都有旧的人出去。可是那变化也要存在的，有一天这家青旅突然被关掉了，比如欠债，就是一夜之间他就又要重新找地方住。但是这个时候北京的房价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低了，他只能就是越搬越差。那到后来比如他年龄也大了，他的父母也很需要他，包括父母有时候也会催婚，就这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白天，他只能回老家。我就写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他其实也是我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原型存在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一说这个大家都觉得并不陌生。这样的人在北京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几万10几万应该有吧，因为北京它是一个几千万的大都市嘛。那么这种北漂的女孩，我觉得应该比例很高的其实，但是他们的青春，他们的追求，那可能就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身边的朋友知道。因为如果你这个世界很残酷嘛，很丛林社会嘛，如果你没有做出什么成果成就，或者说你没有一朝闻名天下知的话，那么你的经历的确只有你自己知道，或者的确只有你身边的小团体才关心。
但是我关心，我真的关心，因为这样的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他们写在了我的书里。我认为这个也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知道，其实。但是，虽然他在书里并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出现的一个人物，甚至也不算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但是我认为，就是没有这样的小人物，我的这本书它是不完整的。就是我的这本书的气质，其实还是有一点伤感的。就是在这种时光流逝面前，在这种大时代的背景，这种大浪淘沙的这种筛选之下，那么你曾经的那种对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一种乌托邦之类的生活方式难以延续。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或者一个解决的手段，所以我认为把它写下来就好，写下来让大家看到曾经有这样的人存在，可能就是我能唯一做的事情吧。